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在江西和广东交界的大山当中。一般两省交界的处啊，都非常有意思。之前我们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关口，那么在这里同样有关口，并且呢，还有一条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国道，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说到关口，我们可能会想到四川广元的剑门关，那里呢，其实也是属于陕西和四川的交界的处嘛。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南岳第一关，不知道是不是有剑门关那么雄伟。现在呢，我们就得沿着这条千年古道、千年国道去探索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深山当中的古驿道。关口就在顶部山的缺口那里，我们得走上去。这就是梅关古驿道，整个这山是叫做梅岭，刚好南昌啊也有一个梅岭。那么梅关上面有关楼，是一个关卡，从而呢是这样的称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被称之为古驿道，在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地的地方。我们现在在江西走几公里呢，就到达了广东，但是跟我们平时看得到完全不一样吧。我们之前在很多地方看的驿站栈道都比较小，可能就1米多一点点，而这里最宽的地方呢是7米，最窄的地方是3米，普遍的是6米左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称之是一个古驿道，但其实呢是中国早期的国道，被称之为是江南最早的国道。我们现在已经走在这条国道上面，千年国道，它是由鹅卵石铺成。大家看一下，中间是不是有一条线，就是一上一下的分界线，就跟我们现在国道一样的。它两边是用那个条形石修边。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就是原版的样子。这个样子呢，大概是唐朝时期扩建的。为什么说扩建呢？因为我们以前说到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是秦始皇修的驰道，那这个地方有没有跟秦始皇有关呢？一样的也有。梅关古道历史悠久，最早的时候建于秦朝，因为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下令在南方开通官道，积极建设岭南地带。当时不是有那个任嚣、赵佗率领50万大军驻扎在岭南吗？当时秦始皇修建了秦驰道，那个我们也去看过，相当于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那这些呢，可能相当于最早的国道。后面秦末起义的时候，赵佗占据岭南之地，切断了此路之后呢，基本上这条道路呢年久失修，处于半使用半荒废的状态。后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唐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南方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迫切的需要一条很好的道路连接岭南与中原大地、关中大地。古代中原进入岭南的通道只要有3条，一条是湘江，一条是潇水，这2条都是水路。那陆路交通呢，就是这个梅关古道。但是在唐朝中期之前，梅关古道都是半荒废状态，它无法胜任连接的重任。到了唐朝李隆基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张九龄，他是韶关人，当时他的职位相当于是宰相，有岭南第一人之称。因为这条道路他走过很多遍，深知行走的不容易，于是呢，他向唐玄宗李隆基建议把这条路扩建修建一下。于是呢，中国最早的京广线就出现了。自此，中原大门向岭南敞开，岭南呢也同样向中原敞开，于是就造成了汉家文化和物产呢从内陆走向沿海，流向世界。那世界上的各种东西也传入到中原大地。这条道路扩建完成之后，南来北往的官员、差役、商贾的货物以及海外诸国的贡使都要经过此道。那么从那个时期，梅岭古道呢就变成了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经过浩大的工程，南北的交通得以大大改善，促进了当时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算是在秦始皇的基础上修建的，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呢算是秦始皇修建的一条国道。有了这条古道，那么在道路中间呢有驿站、有休息亭，还有货站以及寺庙。
形容这个梅关古道的诗词也很多啊，大家应该听过这个梅开花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称青梅长直久，要看细熟黄梅。这个是苏轼遇到皇帝的恩子啊，返回就是去开封的时候，再次途经梅林写下。这个桥也是梅林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个梅林古道，尽管说是秦朝修建的，后面到了唐朝才正式扩建完成。其实，在后面的宋、元、明清，它都有修缮过的，因为这条古驿道一直沿用到上个世纪。驿站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驿站呢，是古时候往来的驿使官员提供休息和更换马匹的场所，也是文人墨客饮酒作诗的地方。这个梅关古道从江西上来也可以，从广东那边方向上来都可以，这边是收费的。在江西这边我是花费了25块钱门票。这个梅岭的海拔大概是700多米，现在每天前来参观的人还挺多的。在平地全部是用鹅卵石铺成，在有点坡度的地方就是用条形石弄成台阶。我看了一下资料，这边这样大的台阶大概是230多个。这个梅岭古道呢，全长大概是快2公里。在这个地方还有个离税站，离税又叫离捐或者离京税。离税站是古代政府对通过国内水路要道的货物设立关卡征收的一种捐税，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这里梅关古驿道有税站，标志着古代梅关古道商业经济的繁荣，所谓路通财通。作为南北的大动脉，梅关自然不例外。尤其到了北宋前期至中后期，梅岭道附近的南雄州等地商社有所增加，税务繁忙。从这里也证明了通往古道的商品交易之繁荣。从来梅园，因为到了春天，这里梅花盛开呀。你想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起来现在是这样的道路，你如果说没有修成这种古道，现在修个省道、修个乡道也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走的很多乡道就是这个样子的，在云贵川很常见，只不过呢，这是比较早的用石头铺成的。你如果现在用水泥或者柏油弄成，性质是一样的。这里面其实算是崇山峻岭了。我们是从底下山谷走上来的，这条古道一直到那个山顶有个关楼，然后翻下去就是广东了。以前叫岭南嘛，所以说这条道路是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一个关键点。快到关楼了，这种古道特别是在大山里面一定会有关楼，比较有名的就是剑门关的那个关楼。那这个地方就到了山顶了，看看这个关楼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在古代这个关楼没有剑门关那么重要，剑门关是一个军事要隘。到了这里，它这个通道呢，应该是当时在大山里面凿开的。这种道路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马通过啊，马车是肯定不能的，那只能行人。那么马可不可以呢？因为看起来马走这样的路啊比较累。这个关楼南越雄关，因为从这里过去啊，就进入到广东地界了，梅岭最高的地方。当然，这个雄关不是唐朝的，是后期经过修建的、改建的。现在我就在两省交界的地方，过了这个关，我就到了广东了。我已经几年没来广东了。那么从这边过去，就进入到江西了。这条古道使用了上千年，由于近代铁路的发展，这条道路就逐渐废弃了。现在是一个景区，基本上前来参观的都是游客，让大家见证这段历史，见证这条千年的南北大动脉。